它啥意思？这个它是可以拍的。能拍了。哦，要看好车，要看韩国人。 오늘은 푸동지창입니다. 不是最近有很多韩国人下班之后来上海玩嘛，所以我们也来喽。为了跟着韩国人打卡上海，韩国人的上海路线到底是什么样子嘛？所以我今天假装韩国人。你没有顺产头，一点都不韩。上海市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张家界呢？但是机场里面没有韩国人啊。这个是国内。哇，我们是 从四川过来的，打车很贵，而且是很远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坐私服，终于遇到韩国人，好多。有点不太像韩国人了。现在可能不太像，但是可能他出来的时候打耶，到了龙阳路站下车，立马听得到韩语，就好像是韩国人。这个天气只能穿短裤，是韩国人呢、这样拍照绝对韩国人。 哎，长得还不是韩国人呢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了，谁是谁都不知道。我们要坐地铁这里啊，应该是如果我们一直加上韩国人的话就어디야， 应该不要那么顺利就到了嘛，走。그 중국 지하철이 호선이 많긴 한데 아래 이렇게 다 돼 있어가지고 가기 편합니다. 그래서 만약에 한국 사람 말고도 다른 외국인들도 막 길을 모른다 그러면은 저거를 타고 가면 돼. 你在韩国的一些地铁的话就没有这种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换线，是不是？没有地上很大的这种标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韩国的有些地铁它还是会标注中文嘛，它有中文、日语、英语、韩语。然后有些地方有中文，有些地方有，可能中国人比较多的那些地方，像明洞啊、东大门这些的中文比较多，其他地方倒是很少有中文。哦，那是不是在上海有韩国人多的地方，会不会有 韩文呢？我是看了韩国人的攻略当中，其实大部分的都在南京东路，比较喜欢的酒店也在南京东路，然后他们经常派对的餐厅也是南京东路，因为是南京东路是去什么新天地呀、外滩呀，比较方便。你们是不是看的同一个人的攻略？可能是这样。老人为什么喜欢张家界？因为他也去了，他爸爸也去了，他妈妈也去了，妈妈的朋友也去了，爸爸的爸爸也去了，为什么我不去？哇！然后这里。 哎，来都去了，你也去了，那我也要去呀。所以说现在上海其实是年轻人的张家界。哦，派对哦，它啥意思？这个不能派对吗？还是可以派的？不能拍了啊？不能拍了，上午休息了。哦，都这样子啊，是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但是今天还说没有什么韩国人一起派对啊。你前面就是听到了。 他在哪里搜的呢？应该上海米其林，它有2个店在这儿，还有静安店也有。但是这里是可能南京东路的原因，可能很多外国人。你看这里有，刚刚出来了2个韩国人。韩国人的特征太明显了。怎么特征？黑色大衣，然后一看就是皮肤管理过的皮肤。你说我吗？黑色大衣，皮肤管理过的皮肤。对。两位来那里去坐。 哇，这全部拼做，所以还是比较快。隔壁还有。它这个店铺里面真的很大呀。那应该外国人点菜的话就是这样吧？然后他给我这个的，OK， 这就是真正的排骨。哇，还有一个里面有骨头，应该在这下面。蟹的味儿比较浓啊，是大闸蟹的感觉。这个是在真正的这里面最贵的。诶，这个不是很好吃的吗？啊，这个才这么硬。他们喜欢这种的小笼包的话，他们可以吃大闸蟹。本来我想吃那个蟹酱面，不用吃了，够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21。现在前面还有几座？等2个小时。啊，2个小时？2到3个小时这样。啊，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啊！哇，前面有72个，你的笑容都凝固了。天哪！而且这里有中文、韩文、英文，这跟张家界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一般是中文、英文、韩文，这里是中文、韩文、英文。这里是全场了，但是这边惊讶的是啥？没有中文，没有英文，只有韩文。那个是啥？怎么吃羊肉串？是刚刚我们是72个的吗？对。
84조로. 난징동로 너무 사람이 많아가지고 난징西路 처음에 왔는데 여기도 결국 줄을 서야 돼. 可以小城市里面开号，但是我是看了，就南京东路、南京西路、中山公园就排队，其他店没排队。可能大家都去南京东路或者西路这2个地方打卡嘛，其他地方就没有可以打卡的地方。然后这里的菜单没有英文，就中文、韩文。网上还挺多人都在问这个为什么要贴个这个。热气放在这里，你看我摸一下这里，很热。不热。啊，这么黏黏。不会的。哦，我第一次。你第一次贴。真的好亮，刚刚有热气的过来，意大利不热。哇，还卖真露啊！还有真露草莓味儿，很真辣的。把你有韩国人看的时候有可能。这个还怎么吃呢？好尴尬呀！中国人吃东西真怪啊！韩国也吃羊肉吃的多吗？我感觉好像韩牛啊、牛肉类的比较多。有韩国也有羊肉串，所以韩国不是有青岛啤酒的宣传的时候，要吃羊肉串的时候必须要配青岛啤酒。杨国圈青岛，杨国圈青岛。但是这个羊肉串不产韩国的。全部都是进口过来的，澳洲那边过来的羊肉。好丝滑呀！这边韩国人很多吗？啊，对的。免签之后就很多，还是以前也是很多？免签之后以前也有，但是少。你们韩国人这么爱吃羊肉串吗？韩国羊肉一般多少钱？怎么卖？10串是100块钱，所以韩国人来说，其实来这里吃比较便宜。他说那个凉菜是送的，然后他们突然给我2份，然后他说。1份是2个，这样韩国人不会爱这里吗？而且韩国人很爱 free。就接的好了。谢谢。那你们会说韩语吗？不会。手机翻译，学几个简单的。比如呢？就羊肉串的那几个。比如呢？怎么说的吗？羊肉串、洗手间，冰淇淋就那几个。是呀，比如呢？这么害羞啊！还没学会。Cheers。哇，好辣，很辣的소세지。我试试。不给你。很辣。好辣。很汁儿辣。很汁儿辣的，很汁儿。韩国人会都不点这个东西，他写的是soseji，很多人点，但是那边写的是那边的香肠。你都知道，我爸爸妈妈来四川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很当地的、很 local 的那个味道接受不了。比如说，给他吃上海的本帮菜，你第一次来中国给他吃，他可能是吃不下了。带了很多韩国人的经验来说是可能是这家你们可以第一次来的接受。如果你们第2次来的话，可以去这家；第3次来的话就这家。所以有些是攻略是可能你们第1次来上海的时候，必须要打开这家。从你弟弟上次来，我就有明显感觉到，其实很多韩国人对中国还是了解不是很多，可能甚至存在一些误解。但是来了过后，发生了很多的转变。初级玩家一般会来这些地方，就慢慢就变多了。对啊，就主要是第1次共军啊，因为是上海离韩国1个半小时到了，然后就所以为什么他们周末下班之后就来的原因是很近。所以说，其实很多人在免签之前，其实已经知道这边，比如说什么好玩、什么好吃，然后他们可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。对，因为是这分享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已经在中国待过的人，然后就人家都是问他，或者一些他们发 Instagram 的话，就可能是有些流量就吃来了，那就很开心。还有这里了，还有这里的，还有这里的。韩国的这种网友怎么说？你们为什么给韩国免签？你们是不是把韩国人绑在中国？什么要做什么东西？然后就后面要数据来，免签之后，韩国人去中国成长了400%。所以韩国也是准备给中国免签嘛？说是准备对中国这种团体游免签。我那天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就说上海很多韩国人什么的。然后我有个朋友正好在苏州在玩，他说苏州也被韩国人包围了。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解锁中国游。这种免签最开始是先欧美地区的人。如果说去年互联网上就外网上的中国嘴替是欧美人，我觉得到2025年第2波嘴替其实是韩国人。왜 스타벅스 한국 사람이 많나요?
왜냐면 상하이 스타벅스 리저브 여기는 로스터리라서 제일 커. 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韩国的情侣嘛，因为还是特征比较明显的。然后你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，就能听到什么哟、什么哒、所哟、思密达啊，就是类似于这种。星巴克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打卡点，我还挺惊讶的。因为是这个是在中国也是来上海打卡地，咖啡豆全国都是提供的，我听说。而且是这个是在城市里嘛，如果在韩国这么大的咖啡厅在城市里，比如首尔、釜山没有了。如果你要去看大规模的咖啡厅的话，就必须要去郊区那边。但是像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我要去其他国家，我肯定会想去打卡那个地方比较有特色的。韩国本来就有星巴克，然后他们来这边也要打卡星巴克，我觉得还比较惊讶的。因为韩国人必须要喝冰美式，东四也必须要喝冰美式。 미쳤어? 아이고. 아이고 야경 보러 한국 사람들 다 왔네. 다 왔어. 한국 사람 다 왔어. 오. 왔다 갔다 하고 찍는 거지. 韩国人多，全是韩国人为了看夜景过来的。上海的夜景是还是好看好看。现在是360度全部有夜景啊。还是很壮观的，看起来。哦。 他们的流线还挺熟悉的，其实打卡都还挺上海的地方。这里都是很金色的一些，对吧？这就是金钱的味道。呀，年前几天有韩国人很多，因为是这个风景是确实韩国完全没有。 여기 길목이 너무 이뻐가지고 다들 사진을 찍고 가지. 所以人家来到新天地的原因是享受阳光，然后就喝咖啡，所以我们还要去喝。 冰美式，哎，这里怎么没有韩文菜单呢？不是最近有韩国人很多吗？没有韩国菜单。那韩国人到新天地到底是玩什么呢？就买东西吗？他们不是过来这边买，就是过来拍照。啊，全是韩国人现在。这个也像是韩国人。全部啊！如果想看韩国人的话，就来上海新天地坐着。你们是变成啥景点了？太明显了。 而且你们爱背的包都是那几个牌子，爱穿的衣服也是那几个牌子，发型也都是那几个发型。你们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呀？除了你。在韩国是其实没有那么个性出来，就是如果个性出来的话，可能太多人关注。对。不喜欢被人关注到。上海的物价不是跟韩国差不多吗？韩国比如说吃一顿饭要多少钱？就是比如说我吃一碗面。 你吃什么东西，全部都是100左右。在韩国吃这些是国外的菜，韩国人来说也是像在吃外国菜，所以说会贵一点。最近看到一个段子说，护币终于迎来了懂他的人。 여기가 바로 한국 사람이면 무조건 와야 되는 곳입니다.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，韩国来新天地，其实更大的原因是来韩国临时政府，然后中国人来新天地的原因是打卡中国全国人大第一次会址，从来没有看过这周围那么多韩国人。以前是去的话就很少，现在这周围全是韩国人。 在排队打卡。这里一种感觉是成都的宽窄巷子、北京的南锣鼓巷、韩国的仁寺洞，都是一个老建筑。其实这里也有很多一些纪念品嘛，这一次他们也过来这边买那个礼物，因为这边是茶豆油，韩国人比较喜欢麻辣味儿，他们最有名的是这个，他们都没听过。这里只能在这里的特色。上海的四川特色。对，你好，我们一个麻婆豆腐，还有干锅鸡，然后2杯这个。最近是不是韩国人比较多？特别多。特别多。 他们都是点这个鸡尾酒，还有麻婆豆腐。其实他们吃的很简单，你看，他们很少点干锅鸡、骨头的东西，像麻婆豆腐、荷包豆腐、辣子鸡，反正就是他们吃的，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要吃什么。你一点干锅鸡就暴露了，我点的是麻婆豆腐，因为我是韩国人。其实这里的风格很中国风，如果外国人来的话，这比较喜欢的。这虽然是绿色，还是很好的。这边的招牌就是韩国人点的。不辣的麻婆豆腐适合韩国川人的口味。四川人点的，那我吃干锅鸡。还可以吃，不怎么四川。这干锅鸡很适合韩国人的口味。这韩国人不是这样吃的，然后这样吃。家人来。 四川第一站，我带他去吃麻婆豆腐嘛，他说很辣很辣，我觉得这个他们可以接受。
韩国人就打卡地，哇，这全是人，要看好车，要看韩国人，哇，这里人家都干嘛？过年吗？哇，我的天哪！比外滩的人更多，哇，比错的，风也大了，人也多了，前这里没那么多人呐、现在人山人海，我的妈呀！对，不只是韩国人，还是很多中国人也来。我觉得这边其实更多中国人，没看到韩国人现在，感觉韩国人已经逃走了。吓到了。哪怕是有一些热门景区，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是啊，就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雨晴路，看这里多么安静，这里是真正的法租街，啊，还挺舒服的这样。这不是韩国人多来的原因啊，这真的是就看了。有几个韩国人，然后来了过后，然后被吓到了，然后拍了张照，然后赶紧溜。拍完真的就是拍照之前都是，然后拍完之后走了。那其实在这旁边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反而更好。跟着韩国人的攻略去上海怎么样？通过他们哟。其实他们有个2天1夜的，还有5天4夜的攻略都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是大部分他们100%打卡的地方都去了。平时如果没有去过上海的中国朋友，也会去打卡这些地方。其实他们都来的时候就很惊讶了，哇，这很好看，对吧？然后可能就留在什么 Instagram 啊，经常发，然后我来了上海，好漂亮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经过这个事情，人家都是过去上海，下一站就是成都。我是宣传成都大使。